师傅，恭喜您登临造化之境。萧炎也是一脸真心的为师傅感到高兴，并且如今塔主师傅实力突破到了造化，那么丹神塔的底蕴也将再次更上一层楼。原本劣势的丹神塔再次有了可以与神奇联盟抗衡的资格。丹神塔塔主柔和一笑道：这大部分的功劳都靠你为为师炼制的菩提造化丹啊。说话间，塔主看向萧炎的目光带着意味深长之意，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萧炎的炼药术比起自己更为强大，虽然同为九品药神，但是萧炎拥有多种神火，从这一方面看，那是要高于塔主本身的。当初刚来丹神塔的时候还只是九品药仙，如今不仅成为九品药神，还直接登顶九品药神之巅，这样的一位在炼药界之中绝对是传说中的传说。在如今的整个大宙中，萧炎乃是最强的九品药神，即便是丹神塔塔主自己都要逊色一些，毕竟神火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对了，师傅，刚刚那道声音究竟是谁？为何在杀意浓郁下的金地天盟主都能够让他撤退，放弃这么好的机会？萧炎将话题引入到了重点上，毕竟他刚刚也一直想不明白。闻言，丹神塔塔主的面色稍有变化，他的目光沉静如古井无波，缓缓的，他将自己所能知道的信息一一讲述起来，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在神奇联盟中，有着一个古老的传闻，神奇联盟主要分为3大区域：九域天神阁、天域、天都，每一个区域都拥有着掌权的最强存在，这也是各自区域的一种象征的代表。天都是神奇联盟高层人物的圣地，是副盟主级别和盟主这样的人物所居住的地方。而在天都之上，还有一道未知的区域，那是一个被迷雾所笼罩的地方，几乎无人能够触及那个地方的真相。据说那里是追溯到天都起源的神秘之地，关于它的故事都被严格的守护着。换一个话，那就是神奇联盟的真正大人物。真正大人物，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有着震惊，仿佛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在他们认知中，神奇联盟最高掌权者不就是金地天盟主吗？难道说还有一位掌权者？这么说，难道神奇联盟有2位掌权着神奇联盟？就在萧炎三人无比震撼这道消息的时候，丹神塔塔主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芒。在那个无人被触及的区域中，存在着一位神奇联盟的神秘大人物，他们都称之为神明。这位神明是神奇联盟的最神秘的存在，并且这位神明与金地天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规则的协议。表面上看，神奇联盟中最高掌权者是金地天，而在金地天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统治者，而这位大人物应该就是神奇联盟最终的秘密，关乎着整个神奇联盟的起源和命运所在。丹神塔塔主的声音非常的沉重，似乎在诉说着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这么说，神奇联盟背后的真正统治者就是这位神明，但是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即便是灵动的冷静与沉着都开始动摇起来，因为日后如果他想要找神奇联盟复仇的话，那么肯定会对上这位神秘的大人物。现在连对方的实力还是身份他们都还没摸透，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极为不利的事情。此时此刻，萧炎、灵动、沐尘他们又再一次刷新了神奇联盟的可怕之处。原来金地天盟主只是最高掌权者，而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统治者。神明2字深深地印刻在了他们的心中，除了金地天之外，或许这才是他们的最大劲敌。至于那位神明的身份，无人知晓，从来没有对外公布，甚至他的真面目都不曾看过一眼，但他的实力是绝对的可怕。就算以我目前造化初期主神的实力，在那位神明的面前都只能是冰山一角。什么？造化主神在其面前都是冰山一角？那这位神明的实力究竟恐怖到何种的程度了？萧炎三人彼此相互一眼，他们的脸上弥漫着惊骇之色，甚至对这位神明更加的好奇起来。还有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实在没有想到，在神奇联盟之中竟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存在。看来神奇联盟并不简单，只是为何神奇联盟有这么一位大人物的存在，还要天域中还有一位魔神存在，这一点是他们三人最想不明白的地方。还是说这神奇联盟是拥有本身加灭神斧一起组成的巨无霸？丹神塔塔主自然是看出了萧炎三人的想法，他当即说道：其实你们的想法我也想过，然而并不是这样。神奇联盟是独立的一道超神巨无霸势力，而灭神斧也是独立的神级超神势力。至于为什么天域中会有魔神存在，目前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因为丹神塔塔主对神奇联盟的认知也只有这么多，或许就连神奇联盟的内部真正成员都不知道其中的答案，或许只有金地天盟主以及那位神明知晓其中的缘由了。闻言，萧炎也没有失望，因为既然这个答案还无人知晓，那么他们今后一定会将这个答案解开。当然，灵动和沐尘的复仇也不会因为那位神明的存在而感到惧怕与退缩，甚至他们很想看到在他们复仇时能够见到神奇联盟这位神明的真面目。在萧炎他们与塔主的一个简单对神奇联盟的交谈后，
他们的重心也放在了此次神奇联盟入侵丹神塔和神元宫的事情上。毕竟这一次的战斗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要不是后面他们及时出现救场，恐怕如今的丹神塔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不知道神元宫那边的战况如何了？虽然知道那边有元尊，可是从得到的信息来看，他所面对的乃是那位当初在天域中遇到的魔神，这等毁灭强大的存在，如今恐怕实力至少也恢复了。你们不用担心神元宫，那位元尊周元的实力恐怕不比我弱多少。即便是那位魔神真的恢复到了巅峰时期，他也能够应付。并且神元宫还有诸多强者，以及不输于天军神战队的天元军。魔神恢复巅峰实力也无法击败元尊，这句话直接在他们的脑海中炸开。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目光凝聚，洞穿虚空，看向了神州的最北方区域，仿佛他们能够看到神元宫此时的精彩激烈的大战。虽然没能透过视线看到那里的战局，但却是隐隐感知到，在那遥远的神元宫上空，元尊神圣的身影在他们的脑海中愈发清晰，一股深不可测的力量爆发，恐怖的毁灭之威，与魔神打得你来我往。魔神恢复巅峰的实力，元尊前辈竟然还可以做到如此猛烈的对抗。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他仿佛能看到元尊前辈那处战场上挥洒自如，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天地间最纯粹的神威，那力量足以让天地变色。看来元尊前辈之前是隐藏了真正的实力，而他的真正实力早已经是登临造化之境的主神。原本要拉近与元尊前辈的实力差距，没想到自己突破后才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还非常之大。丹神塔塔主的身影此刻显得格外沉稳，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有力，道：其实元尊的实力早已超越了你们所知的大道巅峰领域。之前我们两大势力联手抵御神奇联盟的入侵，他告诉我他的真正实力才知晓的。他也知道神奇联盟会派出魔神来毁灭神元宫，而金帝天会入侵丹神塔将其毁灭。我们也早已经做好的准备，等待着这神奇联盟的入侵。没想到元尊前辈早已经猜到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大能简直玄妙绝伦。萧炎、灵动、沐尘虽然都是天命之子，可是与元尊前辈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难怪能为神界大传奇的存在。既然丹神塔暂时危机解除，那么我现在就将丹神塔的一众弟子从那处空间中召唤出来。灵动轻喝一声，空气微微颤动，一道光华从他的掌心绽放，瞬间化为一张铭刻着奥妙符文的空间神符。这道空间神符与他先前所持空间祖符迥异，纹路更加复杂精致，仿佛蕴藏着更多的空间玄奥。一道淡淡的神符光晕缭绕于其上，散发出一种无比的神圣气息。那就是林兄的空间神符吗？比起祖符的气息，这神符的气息更为强大，也更加的神圣了。萧炎和沐尘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能感受到空间神符那股力量的澎湃。这片天地空间在这道空间神符面前简直可以轻松掌控，将空间作为自己的攻守利器，简直就是无敌般的存在。他们在心中涌起一股震撼后，知道眼前的空间神符一旦发动，足以让天地空间发生剧烈的改变，就算是大道都得为其让路。即便是金帝天盟主引以为傲的空间之道，在这空间神符面前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灵动缓缓地闭上眼睛，将自己的神力缓缓注入神符之中。随着灵动神力的注入，空间神符的光辉愈发强烈，他所释放出的空间之力让萧炎、沐尘以及丹神塔塔主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仿佛能够轻易撕裂虚空，将一切吞噬。这一刻，灵动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力量高度上，祖符蜕变为神符，灵动的神之路也将会越走越强大，却走越高。灵动缓缓抬手，那道散发着圣光的空间神符漂浮在空中，它如同一颗新生的星辰，即将在世间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空间神符上的纹路流转着神秘的光芒，它们相互呼应，编织出一幅幅复杂的空间图案，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空间之力的奥秘。轰！空间之光从神符中爆射而出后，如同一柄穿破苍穹的空间之剑，其冲天之势不亚于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当这束光达到丹神塔遥远的上空时，那里的空间仿佛被压缩，扭曲成一幅幅抽象的画面。空间之光直接绽放，独立空间内的每一道身影都像是被无形之力牵引，缓缓升腾，被那道空间之光彻底的笼罩其中。随着空间的扭曲，一道道身影如同梦境中的幻影，忽隐忽现。他们感到自身在空间的缝隙中穿梭，所有的感官都被无限拉长，每一次心跳都似乎跨越了千山万水。当一切扭曲的空间变换归于平静时，空间光芒散去，众人也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坚实的地面上，而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那位身姿挺拔、面无表情的丹神塔塔主以及萧炎、灵动、沐尘几人的身上。其中众多丹神塔的弟子目光倒映出他们日盼夜盼的塔主大人身影，他就像一座孤峰，屹立在众弟子的视线中心，气势如虹。